大家好，我是在日经拿着话筒拿了私家边边，又到了情人节。要过这个节，第一你要有对象，第二你要有钱，要不然还是和边边一起在家看电影吧。一部关于爱情和金钱的魔幻喜剧《王彤茶壶》。男主小黑和女主小白是一对小夫妻，从高中就在一起的两人感情非常好。小黑是电话推销员，工资就像大姨妈，1个月1次，1礼拜就没了。小白大学毕业后则因为高不成低不就，一直没找到工作。房东也是他俩的高中同学，隔三差五就来催交房租，顺便还嘲笑曾经风光无限的小白一朵鲜花插在了小黑这头牛粪上。这天两个人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发现高中还模仿小白打扮的丽丽早就靠拼爹混得风生水起了。丽丽的老公铁牛更是瞧不起小黑。另一对高中同学情侣小花和小胖子是他俩的好朋友，两家人之所以关系好，除了聊得来，还因为大家都很穷。第二天夫妻俩去采购食物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小白看到对面有个老太太拿了茶壶进了古董店，因为茶壶实在是太好看了，小白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把茶壶偷走。虽然自己连茶叶都买不起，都不知道偷回家干嘛。有次小白不小心被卷发棒烫到，发现茶壶里居然多了200块钱。原来这个茶壶只要感觉人们的痛苦就会往外吐钱。终于解锁了茶壶正确使用方法的小白开始想尽办法自虐。那边小黑的同事跟他八卦老板是个 gay， 还给了他一张老板出轨的实锤照片。小黑还没来得及嘚瑟就被老板炒鱿鱼了。回到家发现家里一片狼藉，小白一脸血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小黑急坏了，心想这才20分钟女主就领便当了，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可咋整？好在小白说话了，他告诉小黑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在家就能做，当天结算，不苦不累，就是有点疼。小黑则告诉小白他被炒了，小白说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赚钱。为了更清楚的跟小黑解释自己的生财之道，小白对着他的1个中心2个基本点踢了一脚。小黑觉得这茶壶太邪乎了，准备把它物归原主，却发现古董店关门了。他又来到了一个电视直播的鉴宝节目，这下全世界都知道茶壶在他们手上了。夫妻俩决定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挣他100万，然后就开始了痛并快乐着的赚钱之旅。火烤手掌，全身脱毛，不打麻药拔牙，还有纹身，还亲身实践了一回50度灰。这天家里突然冲进来2个犹太兄弟，说茶壶是他们家的传家宝，二话不说就把小黑胖揍了一顿。小白骗他们说已经把茶壶卖掉了，顺手把茶壶刚吐出来的5000块钱给了他们。之后小黑小白拿着自己的血汗钱，迎来了买房买车不费力，泡澡喝酒开 party 的开挂人生。新房就在铁牛家隔壁。一个研究茶壶的博士找到小黑小白，告诉他们这个茶壶很危险，它会腐化人的灵魂，如果不丢掉茶壶，两口子早晚要一无所有。但是钻进钱眼里的小白压根就没往心里去。小黑和铁牛两家来到高档餐厅吃饭，铁牛问小黑你家是不是养狗了啊？每天晚上都能听见嗷嗷叫，还说自己之前也养过狗，后来因为丽丽没锁门跑丢了。两家人象征性的抢着买单，小白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抢赢了，小黑只好带着茶壶去厕所里赚一笔快钱。一天夜里，犹太人又来到小黑小白家，可能连编剧也说不清楚为啥小黑小白都搬家了，犹太人还能找到他们俩呢？这对犹太人抢走了他们放在马桶水箱里的所有存款。原来他们一直都知道茶壶的秘密，也知道保留茶壶会带来不幸，所以故意让小白和小黑当他们兄弟俩的印钞机。眼看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小黑小白呆呆的面对面，他们鼓起再次白手起家的勇气，才发现自己越来越下不去手了，所以他们开始求助场外观众。茶壶看腻了这俩戏精的表演，吐出的钱也越来越少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小白发现身边人的痛苦也能让茶壶吐钱，于是他们带着茶壶去看拳击比赛，别人纹身，还有孕妇生产。就当小黑准备收手的时候，小白已经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他的终身事业，差点为了赚钱撞死一个人。看来小白已经迷失了心智，两人大吵一架，结果发现原来伤害别人的心灵也能赚到钱。随着小白一句来呀互相伤害呀，两人就坐在桌前开始互相爆料。 Your flaccid penis is very small. I still have the sex tape that I made with the girl that took my virginity. I'll let Arnie go down on me. 知道自己被绿的小黑抄起家伙就来找房东，不出意料被房东一击 KO， 房东也因此发现了茶壶的秘密。很快两口子之间就没啥可以互相攻击的秘密了，所以他们又开始对身边人下手。先是告诉铁牛他的狗是被丽丽关在车里闷死的，然后把前老板是同性恋的照片给他老婆看。小白还知道一个猛料，他姐的大儿子其实不是和姐夫生的，两口子决定当着他们的面揭开这个秘密。谁知道小白突然良心发现，忍住没说。事后小白非常后悔，并且变本加厉想出了活埋坏人这一招来赚钱。挖坑时小黑悬崖勒马劝小白收手，然而此时小白已经彻底着了魔。小黑找博士求助，博士说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把茶壶送出去。小黑回到家用自杀威胁小白，让他同意把茶壶送给博士。就在他从窗户跳下去的那一刻，小白终于明白和钱比起来，陪伴在身边的爱人才更重要。但一切都晚了吗？当然没有。不知道是因为主角光环还是草地太后，反正小黑没摔死。小白也答应小黑把茶壶交给博士，谁知道当天晚上茶壶就被房东偷走了。如果茶壶是被偷走的，不是被送出去的话，他们的诅咒也不会消除。第二天，小白和小黑来到房东家，发现房东和他女朋友已经把自己折磨得满身是血了。就当他们准备杀掉小黑小白赚更多的钱的时候，犹太人来了。这尼玛都能找到脑袋里是安着 GPS 吗？一言不合，犹太人就和房东他们展开了枪战。就这样，4个人都领了便当，茶壶也吐出了满屋子的钱。躲起来的小黑小白屁事没有，拿着钱走了出来。小白把茶壶交给了早就在外面等着他们的博士，结局很圆满。夫妻俩借了一大笔钱给小花和小胖，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。故事最后，怀着孕的小白和小黑恩爱的满世界旅行，博士也把茶壶丢进了大海。这部片子告诉我们，人类的欲望就是一个无底洞，钱永远也赚不完。如果你把赚钱放在第一位，你不但会伤害身边的人，到最后也会伤了你自己。赚钱还是要靠自己2只手1张嘴的劳动，比如偏偏做 Rick and Morty 是吧？拜了个拜。